嗨，我是阿汤。相信呢，这两天重量级这个事件呢，很多人都已经有看到，知道他们是谁的呢，应该会为 Andy 老师去抱屈啦。那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呢？看完之后，应该也会为 Andy 老师抱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重量级 Crown 呢是由 Andy 老师还有嘉宁去共同创办的。去年分手之后呢，这个频道呢就已经进入一个停摆的状态。那前两天呢 ，Andy 老师呢发了一部影片，完整事件始末呢，可以去 Andy 老师的频道去看一下，他有列出了完整的时间轴。事件的这个完整的内容呢，我觉得也交代的都蛮清楚的。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说明一下，我和他们呢是完全不认识，所以我们单纯用一个公正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应该要去注意哪些事情，或是该做哪些事情。那我自己本身呢，已经在这个产业呢，其实已经超过15年了，遇过不少事情，也听过不少事情啦。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管理权限的部分。创作者在创立频道的时候，一开始建立呢，就不要建立为个人频道。因为个人频道呢，它是没有分管理员或是拥有者的这个差异，一律呢都要建立为品牌账户，可以多人共同管理账户之外呢，也可以区分权限，主要呢有分为4个等级，最高权限呢是主拥有者，顾名思义呢就是拥有最完整的权限。如果你想要变更主拥有者的话呢，一定要先登录主拥有的账户，然后才可以去做变更。再来其次呢是拥有者，基本上呢只要你有其他的共同创办人呢，身份应该都会设定为拥有者。那拥有者呢，他有全部的权限，可是呢他不能移除主要拥有者。再来是管理员，可以管理影片、留言或是查看分析等等，但是不能移除呢拥有者以上的成员。最后第4个呢是通讯管理员，只能用来回复讯息啊或是留言等等，其他事情呢都是不能做的。那我们以重量级的事件来看的话，如果频道的当初是由 Andy 老师去创立的话呢，那么代表着呢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呢，其实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主拥有者的身份就已经被偷偷的转移到别人的账号，或者是呢有可能他们在创立公司的时候呢同意呢被谁去变更了，所以呢才会导致他的账户呢已经无法使用频道。所以呢如果团队想要共同经营一个频道，谁是主拥有者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而且账号一定要保护着。这个不论是经营哪一个平台都一样，我们也已经看过很多团队呢都是不欢而散这种新闻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主要经营者的话呢，记得自己一定要握住主要权限的这个账号。第二件事情，影片提到了商标的注册的部分，绝大多数的创作者呢不太在意商标这件事情呢，原因大多是没想过那么多。但我自己认为呢，成长到100万订阅以上的 YouTuber， 或者是呢只是几十万的订阅者，其实呢就可以考虑注册商标，因为频道呢本身其实就是你的品牌嘛。注册之后呢，其他呢近乎雷同啊，或是可能误导为你的这个名字呢，都是不能使用的，可以更确保你频道的这个独特性。那问题来了，像重量级这种状况啊，有分歧之后，他们在2020年呢商标被注册，那么 Andy 老师呢还有机会可以处理商标的问题吗？还是呢被注册呢就只能摊手了？比如呢今天如果有人注册了我名字 I am 阿汤，那我就要换名字了吗？既然像重量级这个频道它已经创立了10年了嘛，那这个频道里面的内容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出经营者是谁。所以正常如果要注册商标，不是 Andy 老师嘉宁或者就是他们共有的这个公司名义，可是呢注册的所有人呢是嘉宁的妈妈。大概呢处理的方式呢，我觉得可以分为几种啦。先说一下呢，我不是法律的这个专家，但是呢之前呢我对商标法呢有稍微做一点点的功课，所以如果有讲错的话，也请留言告诉我，不要抛得太凶哦。第一个呢，可以提出恶意抢注的这个诉讼。重量级这个名称呢，具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影响力，直接注册该名称来作为商标呢，可以算是恶意注册的一种了。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呢，是可以透过民事诉讼来撤销，而且并且去要求赔偿。再来同上呢，第2点，你可以主张呢先使用权，只要提出呢你是有长期在用于商业活动这个证据，那就可以按照商标法的第36条里面呢，可以来主张诚信使用权，要求呢继续使用这个名称。不过呢，我觉得以他们的状况啦，他应该也不想要再继续使用这个名字了。频道呢大概也无所谓了，可能就送给他就算了。但是呢，至少呢是可以提出商标无效的这个宣告。按照了商标法第30条，如果呢是基于不诚实或是不正常竞争呢所取得的话呢，可以请求宣告无效。不过呢是要在5年内去提出。按照他列出的时间轴呢，时间呢好像剩下不到1个月了。这个呢就要看他自己想要怎么做。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各位创作者一个小小的参考，面对商标问题的时候呢，可以有个方向呢去做处
处理。最后呢是公司申请的部分，如果你是一人公司的话，应该就不用听我废话，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是共有持分公司的话呢，股东不止一人，你如果是主要的号召者，那一定要让自己持有的股权呢是在51% 以上，你才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决策者，不会呢像他这样子就随便被人家踢出去。至于 Andy 老师提出的这个查看财报的部分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上市公司呢，基本上呢财报呢它就是公开透明，股东呢都可以看。但是呢像这种非上市的公司，一般呢它是不会公开财报的嘛。不过呢，身为股东，只要呢你拥有10% 以上的这个股份，你就有权利可以查阅财报。董事会呢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你的。如果董事会一直推脱啊，或是拒绝，你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查账权。在这个事件中呢，对创作者最重要的3件事情呢，第一个呢就是社群平台的拥有权限，第二个呢就是商标的注册，第三个就是公司的股权分配。毕竟大部分的创作者呢都很年轻啊，很多时候呢都是愿意信任呢协助的人。今天说真的，如果换作我在21岁经历这样的状况，我应该也会全盘信任对方的长辈来处理。毕竟呢，大部分人性呢都还是善良的啦，只是呢我们不知道呢这个善与恶的交界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不论呢你是创作者、创业者，我觉得呢重量级这个事件呢都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最后我必须得说呢，社群舆论呢是蛮强大的东西啦。如果呢嘉玲一家呢真的为了钱去压榨 Andy 老师，下场呢我觉得大概也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不过呢我希望他们呢还是可以好聚好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对于成为创作者或是创业者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哦。那我们是派电影阿亮哥，下次见喽，拜拜。